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由三浦孝伟所著的《成为可以坚持的人的37个停止行为，摆脱3天热度，即使是弱者也能获胜》这本书，包括以下内容：一、不需要动力，也不需要意志力，只需要停止做某些事。从今天开始，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二、仍在坚持做某事的人都是傻瓜，如果停止的话，就会不自觉地立即行动起来。现在我将开始解释第一章，不需要动力，也不需要意志力，只需要停止做某些事。从今天开始，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听到这些，许多人肯定曾经下定决心在新年做出一些承诺，比如今年一定要实现某些目标。但是大家是否能够实现这些新年承诺呢？当问及这个问题时，许多人可能会低头思考。实际上，这是非常正常的。据说只有8%的人能够坚持实现新年的承诺，剩下的92%会在途中放弃，这是现实情况。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很多人都无法坚持下去。但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有坚持不懈，才能不让人失望。坚持才是改变人生的力量所在。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坚持，就失去了意义。虽然大家都知道要坚持下去，但却面临着无法坚持的现实困境。当我们想要坚持时，最重要的不是宣言或者斗志，而是要保持内在动力的基础。作者指出，在决心和信念之外，我们经常会冲动地下定决心要去做某事，比如说今年一定要改变生活之类的宣言。但是这种冲动通常并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只是暂时激发了情绪，而且我们也没有运用坚持的机制和技巧，所以无法坚持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些方法来确保保持动力并轻松地坚持下去。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停止做某些事。我们经常会做太多的事情，或者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只有放弃那些不必要的事物，我们才能真正持续地去做想要坚持的事情。因此，请让我从现在开始具体的列举希望大家停止的事情，以便让大家成为能够坚持的人。首先，我想要介绍的是通过放弃不必要的事情对改变人生的重要性。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贪心的，无论是追求金钱还是时间，我们总是想要更多。我们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既想要在工作中努力赚钱，又想要充分享受个人生活。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人生是由各种权衡抉择构成的。权衡抉择意味着为了得到某样东西，就必须放弃另一样东西，或者在做某种选择时放弃其他选择。换句话说，选择了某样东西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另一样东西。我们的人生就是由这样的权衡抉择构成的。这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时都必须牢记并时刻意识到的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举几个具体的权衡抉择的例子，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时间和金钱。如果我们想要比普通人赚更多的钱，通常就需要更加努力的工作并投入更多的时间。然而，即使获得了金钱，接下来也会因长时间工作而失去时间。很多人都希望拥有充裕的金钱和时间，但金钱和时间之间存在权衡抉择的关系。选择其中之一，基本上就会失去另一方。由于无法同时获得两者，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决定重视哪一个。如果您更重视时间而不是金钱，那么应该减少工作时间以增加自由时间。相反，如果觉得时间并不那么重要，更希望获得更多金钱，那么应选择长时间工作。这取决于每个人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此外，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之间也存在权衡抉择。通过优先工作和长时间工作，您可能会增加晋升或升职的机会。然而，这可能会减少您的私人时间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降低个人生活的满足度。在投资领域中也常见这种权衡抉择。追求高回报通常伴随更高的风险，而追求安全性和稳定性意味着回报通常较低。不存在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方式，我们必须在风险和回报之间做出选择。
在人际关系中也存在权衡抉择。例如，如果选择在星期五下午7点见 A 先生，那么就无法见到 B 先生。选择见某人，意味着放弃见其他人的机会，这就是权衡抉择的现实。我们的生活由各种权衡抉择构成，但我们往往不擅长做出取舍。从权衡抉择的角度看，要得到某样东西，就必须放弃另一样东西。许多人总是先考虑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应该先放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比如，当电脑存储容量满了时，会出现奇怪的声音，反应变慢，运行速度变慢，非常不便。如果再试图存储更多的数据，可能会导致电脑卡顿甚至故障。想要存储新数据，就必须删除旧数据。只有通过放弃不需要的东西，才能为新的东西腾出空间，并保持电脑的良好运行状态。我们也不能忘记，时间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在利用有限的时间资源来做事时，我们必须首先决定放弃某些事情。如果想要开始新的事业或实现目标，就必须勇于放弃当前正在做的事情。例如，如果想要开始兼职，但时间不够，就要毅然放弃午餐时间，用来做兼职，或者放弃以前在家玩游戏或看电视的时间，将精力投入兼职。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做所有想做的事情。作者发现，经常花在电视、手机、YouTube 上的时间，或者与不那么亲近的人聚会、夜间随意喝酒的时间等，都是可以放弃的。请始终意识到权衡抉择的重要性，从放弃一些事情开始，才能为新的事情腾出空间。接下来我要谈的第二个要点是，只需要停止做某事，从今天开始，生活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停止试图得到一切的想法。当我们想要坚持某件事或养成某种习惯时，许多人往往会过度努力。比如，看完这个视频后，可能感觉坚持很重要，然后就开始列出一长串想要坚持的事情清单。比如每周2次健身，每周2次散步，每天做健康料理，在地铁上看教学视频，睡前读1个小时书，周末每天投入3小时副业等等。但是明确地说，这样做是不现实的。我理解想要一次性做好所有事情的心情，但要明确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作者建议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在一件事上，选择一件自己认为最重要、最想坚持的事情，专心致志去做。当你能够坚持这件事时，再逐渐添加其他习惯，一步步地养成。最初不要试图做太多，只专注于一件事情，然后随着第一件事情的顺利进行，其他事情也会自然而然地跟上，形成习惯。举个例子，比如前面提到的健康饮食、运动习惯、个人成长等等，你可能想一下子全都做好，但我们可以先专注于饮食，只需专心每天健康烹饪，这样持续下去会激发动力，也会增强你养成习惯的信心，然后再逐步加入运动习惯、个人成长的习惯，一切会变得顺利。接下来我要谈的第3个要点是，停止追求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许多人在面对坚持困难时，倾向于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例如，当无法坚持时，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方法是否正确，或者想知道其他人是如何做的，于是会上网搜索。当然，信息收集本身并没有错，但必须明白，信息收集和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事情。现在的网络充斥着各种信息，有些声音会说坚持毫无意义，继续下去也没有未来和希望，或者会说坚持与否取决于天赋，努力毫无意义，因为天赋才是关键。这些直言不讳的言论和文章比比皆是。面对坚持的困难，人们看到这些文章会感到灰心，觉得自己没有天赋，根本无法坚持，于是便放弃了。这种寻找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逃避。在网络上搜索任何事情，你都会找到赞同和反对的观点，因此总会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否正确，未必如此。
在努力坚持的过程中，不要被网络上的奇怪言论所困扰，特别是当你情绪低落时，更容易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由于存在偏见等因素，要以平和的心态收集信息，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此，作者强调，当你无法坚持时，不要立即逃避到网络信息中，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在调查信息时，请务必确认自己是否只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接下来我要探讨的第4个点是停止逃避欲望。我希望大家能够坦诚面对自己的真实欲望，而不是去掩盖它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比如想要为社会做贡献、帮助他人、解决难题等等。当然，也有更真实、更人性化的欲望，比如想要赚更多钱、更受欢迎、过更轻松自在的生活、超越他人等等。这些欲望可能是您内心真实的渴望，对吧？只有勇于面对自己本性的欲望，才能持之以恒。虽然这些欲望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那么正面或受欢迎，但正是它们代表了您内心真实的声音。即使面临困难，也能坚持不懈，并不一定要为了高尚的理由，如为社会、为世界做贡献而努力。忠实于内心的欲望，往往才是坚持并实现梦想的源泉。作者指出，想要变得更美丽、更受欢迎，或者追求更奢华的生活、提高收入、职业上的成功等欲望，都是我们内在本能的体现。正因为如此，才能成为强大的动力。请放下伪装，揭示真正的欲望，全力以赴去实现。接下来我要谈论的第5点是停止等待最佳时机。很多人在想要开始或者继续某件事情时，总是在等待最佳时机。他们会说，现在时机不太好，稍微准备好了再开始。这样的想法会导致错过很多开始的良机。举个例子，作者经常接到一些想要在公司工作的同时做副业的人的咨询。每次作者建议说，那就努力半年，争取让副业有所收入，或者建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一些内容时，对方经常会回复说，我很想尝试，但现在时机不太好，稍微等一下再说。或者，最近刚刚生了孩子，时间上有些难以安排，我打算稍后再开始。这类言辞其实是在找借口，导致很多人放弃了新的挑战或者坚持。但作者从未见过那些成功的人在等待所谓完美时机之后取得了成功。事实上，成功的人并不等待所谓的完美时机，而是凭借着自己想要去做的决心立即行动。许多人总是期待时机成熟或者环境完美，但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到来。所谓的最佳时机永远不会降临。即使现在的工作稍微平静一些，也不意味着将来就会平静。如果你总是认为将来某个时候会变得轻松一些，那反而可能会变得更忙碌，然后后悔没有在当初开始的时候就行动。因此，不要因为未知的未来而放弃挑战。最佳的时机就是现在，因为这正是你想要开始的时候。接下来我将继续解释第2章，仍在坚持做某事的人都是傻瓜。如果停止的话，就会不自觉地立即行动起来。我将介绍给大家一些应该立即停止的事情。首先，第1件事，停止与无关紧要的人交往。当你想要坚持某件事情时，作者强调了断舍离无谓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据说，人们90%的困扰来自金钱和人际关系问题。近年来，有很多人选择换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改善工作环境，也就是因为人际关系问题。我们都必须在社会中生存，因此面对人际关系的挑战并不罕见。但当你想要持续挑战某件事情时，无谓的人际关系会成为最大的阻碍之一。如果你的生活过得一帆风顺，或许还能容忍与讨厌的人打交道，但对于已经非常忙碌并且想要持续改善的您来说，无谓的人际关系将成为一大绊脚石。如果你想要持续挑战某件事情，首先就需要断舍离无谓人际关系。这样做能够让你意识到过去你有多么浪费时间和精力与无关紧要的人交往。如果你周围有太多无谓的人际关系，可能会严重干扰你的持续努力。比如，当你想要坚持健康饮食时，
却被邀请去吃饭，或者当你努力去健身却被邀请参加聚会，这可能导致你放弃自己的计划。当然，这也部分取决于你个人意志的坚定程度。我们人类都是脆弱的生物，所以经常会受到邀请而不由自主地去参加。因此，为了彻底消除那些会干扰你持续努力的诱惑，提前与无谓的人际关系断舍离是必要的。很多人之所以中断持续努力，往往是因为被邀请参加活动，或者被安排了其他事情。持续努力就意味着需要遵循自己的一套规律。例如，有人决定工作结束后投入2个小时的技能提升学习，这个人需要保持回家后立即投入这2小时的学习状态。然而，如果突然被邀请吃饭、喝酒或参加联谊活动等突发事件发生，你原本的规律就会被打乱，从而无法持续努力。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直接切断无谓的人际关系很难。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逐渐以持续努力为理由，逐渐淡出。比如，如果今天下班后被邀请喝酒，你可以说：“抱歉，我现在正在学英语，没有时间。”或者说：“我正在控制饮食，不适合喝酒。”或者干脆说：“我太忙了，无法参加。”这样一来，你就可以以持续努力为借口拒绝各种邀约和联系。对方可能会多次邀请你，但如果你始终坚持学习英语、控制饮食或者忙碌的理由，对方最终也会自动停止邀请你。当然，如果你真的想见某个朋友，那就去见面，这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觉得和某人见面很麻烦，或者根本不想去，那就可以以持续努力为借口拒绝。我们人类如果没有明显的契机，就很难断舍离人际关系，往往会拖延不决。但明确地说，这只是极大的时间浪费。因此，仅以持续努力为借口，断舍离那些无谓的人际关系。此外，许多人都是无法坚持的生物，所以要知道，那些身边的人在看到你坚持不懈时，可能会嫉妒并试图阻挠你。他们会说，这样没意义，还不如多吃好吃的享受生活呢。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梦想杀手。梦想杀手指那些阻碍你实现梦想或目标的人。这些梦想杀手大多数都是身边的人。当你向同事咨询换工作时，他们会劝你说算了，继续在公司干吧。当你兼职创业时，同事知道了会向公司报告。当你努力学习英语，提升职业时，他们会说现在学英语有什么用？当你想独立创业时，他们会说创业风险太高了，最好放弃。明确地说，这些梦想杀手根本算不上朋友。建议你断舍离那些无法支持你持续努力的人。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应该停止的事情之2，停止强行维持不合理的早起生活。实际上，为了保持持续性做某件事情，大家总是会建议阅读一些关于方法、提升动力和自我启发的书籍，并且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些书籍通常会提到调整生活习惯，从晚睡族变为早起族，充分利用清晨时间。然而，坦率地说，很多人感到困惑的原因在于无法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每次看到关于早起生活的好处时，作者也会觉得自己应该尝试一下，但最终总是屡屡挫败。无论早晨被描绘得多么美好，即使早起后头脑清晰，也不一定意味着一切都顺利，可能还会感到昏昏欲睡，认为还不如睡个懒觉再说。因此，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根据个人最佳状态的时间起床，保持头脑清醒时开始工作，效率会提高100倍。在座的各位中，想要挑战新事物或者坚持某项任务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需要明白，挑战新事物或者坚持某事会给生活带来更多负担。对于不适应早起的人来说，强迫早起实在过于苛刻了。很多人想要尝试新事物或者坚持某事时，会试图早起去做，但实际上早起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这样的做法并不现实。相反，那些不擅长早起的人晚上可能更有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比起每天早起并开始工作，
回家后进行工作可能效果更好，即使很忙也能坚持下去。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最重要的是选择适合自己能够持续的方式。事实上，作者就是在保持夜生活或者不规律生活的情况下，连续发了10年的邮件杂志，连续3年每天更新 YouTube 频道。所以，对于那些不擅长早起的人来说，不要自暴自弃，认为自己没有意志力，而是要寻找适合自己的持续方法。你不适应早起的可能性很大，因为目前有关体质和遗传决定早晚型的理论越来越明确。夜晚型人群在基因层面上并不适合早起，所以无论如何努力，早晨都难以保持清醒。强迫自己早起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大家知道社会中早晨型和夜晚型的人各占的比例吗？早晨型约占人口的40%，夜晚型约占30%，而其他的中间型则占剩余的30%。早晨型的人在早上醒来后最具生产力，而夜晚型通常起床晚，睡得也晚，他们往往无法在早晨提高生产力，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在午夜12点后才开始感到困倦。这是因为他们的生物钟导致他们不喜欢早起，即使早晨醒来，大脑仍处于睡眠模式，思维迟钝，特别是负责高级思维、逻辑和情感控制的前额叶皮质区域仍未完全唤醒。夜晚型人群如果被早起打扰，前额叶皮质仍处于睡眠状态，所以他们需要更多时间进入工作状态。要强调的是，夜晚型人群早上头脑不清醒或早起困难，并不代表他们懒惰或工作敷衍。事实上，科学测量显示，早晨时他们的前额叶皮质活动较低。早晨型和夜晚型的分类也被称为生物钟类型。生物钟类型是由遗传决定的。夜晚型人群常常受到社会的不公正待遇，因为他们更适应深夜活动。夜晚型人群并非自愿选择成为夜晚型，而是这种生活模式已经在 DNA 中固定，是基因决定的命运。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自己的生理特征。夜晚型人口约占30%，他们在早晨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区域仍然处于较低活跃状态。由于社会更偏向早起型的人群，因此夜晚型人群经常被误解为懒惰。尽管一般认为早起是最佳选择，但实际情况因人而异。应该接受自己无法早起的现实，而不是自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应该停止的第3件事情：停止过分强调动力。作者认为，在坚持过程中，提升动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保持持续的动力。作者的经验显示，能够持续下去的人通常是冷静，按照自己的步调进行的。相反，过于担心或缺乏自信的人往往无法坚持下去。一般来说，要持续做某事，并不仅仅需要体育会式的激情和斗志。作者称，从未见过靠这种斗志能够持续的人。这种斗志或许在短期内有效，但我们期待的理想未来是需要持续努力至少1个月以上才能实现的。因此，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有斗志和激情，更需要的是冷静、持续并且按照自己节奏进行的态度。作者也表达了对经常被提及的动力一词的不喜欢。如果能够始终保持动力和积极性，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地坚持下去，对吧？然而现实情况几乎不会如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在中途放弃的原因。所谓的动力是非常善变和任性的东西，最终会成为我们想要坚持下去的障碍。过度依赖动力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在长期坚持的过程中，总会遇到没有动力、不想做、想要拖到明天再做的情况，这是肯定会发生的。此时关键是如何在内心中做出调整，并保持持续性。许多成功者并不是依赖于动力来坚持的，而是因为他们建立了可持续的规则和机制。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诀窍和技巧。当然，无论是多么成功或赚钱的人，每天都不会一直保持高涨的动力。他们会创造出机械化的工作机制，即使没有动力也能进行工作。人类的动力是一个变化无常的东西，不能单纯依赖它来持续下去。
那么，即使没有动力，有哪些机械化的方法可以继续下去呢？例如，在本书中介绍的，当没有动力时，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尝试进行1分钟，即使只是开始的1分钟。如果不喜欢，可以立即停止这种方法。我强烈建议您至少尝试一次，哪怕觉得被骗了。无论有没有动力，先试着做1分钟。开始的时候只需要1分钟。当你真正开始做事时，会惊讶地发现，原本想要拖延到明天再做的想法消失了。通常我们认为，有了动力才去做事情，但实际上顺序是相反的。开始行动才会激发动力。科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脑的侧坐核活跃起来时，就会产生动力。但是这个侧坐核必须要开始做某事才会活跃。这就是我们的大多数懒惰之所以没有动力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动力所以不做事，而是因为不做事所以没有动力。不要等待动力或者干劲积蓄起来，因为动力和干劲是在行动中产生的。请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因此，即使不情愿想去跑步，也先试着穿上跑鞋。有些任务我们明白必须去做，但感觉烦躁时，先从非常简单的任务开始。比如说，觉得回邮件很烦躁，就试着回复1封邮件；觉得整理麻烦，就先扔掉眼前的垃圾。就像这样，先试着开始。如果感觉不愉快，可以随时停止。心态要轻松些，这样动力就会随之而来。接下来是第4件事，停止试图免费获取东西。现在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免费信息，个人可以自由发布各种信息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免费获取各种信息，当然，免费获取信息是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增多的问题。由于许多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区分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变得更加困难。现在有很多组织和专业个人可以很好地指导英语学习或副业。比如说，想要提高托福成绩，参加专业的托福培训班比自学更容易提高分数，也更有助于保持学习习惯。同样的，想要减肥并开始做力量训练，去健身房接受专业指导比自己训练更有效果。总而言之，每件事都有最佳做法。世界上也有很多专业人士可以正确指导你。当然，需要支付一定费用，但如果把时间看作金钱的话，向专业人士学习是非常值得的。在这个世界上，时间是最宝贵的资源。为了节省时间并更快地达到目标，向专业人士寻求指导是个明智的选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